当时才考古界，那是确实引起了轰动。都晓得取得有铭文的剑，而且保存的，而且这个剑上心上有菱形花纹，这个花纹又还摸到没得感觉，所以对这个巨草艺术一下就传开了。说这是个怎么有这么保存得这样好？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，拿出来当新的，他用什么保存办法？大家提到一系列的问题。当然，更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水的剑。湖北荆州出土精美青铜宝剑的消息，立即引起了全国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湖北江陵曾经是雄踞南方的第一大国——楚国的国都。可以想象，当年墓主人一定对这把宝剑珍爱有加，以至于死后还要把它放在手边，形影不离。在墓主身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，能不能通过宝剑本身来寻找宝剑主人的蛛丝马迹？果不其然，学者们在这把青铜宝剑剑身正面发现了2行阴刻的古篆铭文。这些铭文共8个字，在古篆书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鸟虫的形象，史称鸟虫书。学者们知道，这些2400年前的古老文字将成为破解绝世神剑身份的唯一线索。工地人呢非常振奋，因为什么？这把剑不仅保存得非常完好，花纹特别优美，而且在有铭文的剑，这是湖北是第一次，所以大家非常高兴。那么就争先恐后来认这8个字。当时在工地，大家只认识了6个字。在剑上的这8字铭文中，有6个字，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，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，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。可以得知，这把剑是春秋时期越国国王的随身宝剑。然而，中间2个代表越王名字的铭文，却令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2个鸟篆铭文。春秋时期，越国自公元前510年称王起，先后出现过9位越王。铭文中最关键的2个字，到底代表了哪位越王的名字呢？中间这2个字大家都知道，这是越王的名字，但是是谁呢？不认识。把这把剑的这8个字，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唐兰，这个当时叫做科学院考古所的夏乃所长，这样10几位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跟古文字学家，他们呢写信去征求，请他们给予鉴定。1966年1月5日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唐兰联合全国10几位考古学家进行研究，破解出了这2个古文字的含义。他们先用这2个代表越王名字的鸟篆铭文，推出了一个很奇怪又很相像的名字——鸠潜。而鸠潜在古文中的通假字正是高剑。把8个铭文放在一起连读，字面的意思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。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，他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——越王勾践。我把它形容，这是一次
通过书信往来的一个全国名家的学术讨论会，最后终于把这个剑的是什么人的剑，也就是越王勾践剑的定名下来了。然而，虽然知晓了宝剑的主人，却引出了更多的疑问：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随身佩剑，为什么会出土在楚国的墓穴中？这柄2000多年前的宝剑，究竟采取了什么加工手段，能令它如此锋利？更多的迷雾笼罩在考古现场。